夫人，夫人3年前不是已经……快去禀报侯爷！慢着，今日府中张灯结彩，有何喜事？回夫人，是侯爷长子的满月宴。长子？夫人息怒，3年前您重病离京，不久便传来不治身亡的消息。侯爷当时悲痛欲绝，季大人体恤侯爷，便将您的庶妹送进府中，延续2家姻亲。季婉云，侯爷喜得长子，新夫人又温婉贤淑，当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先前那位夫人若在天有灵，见侯府香火有继，也定会宽慰。婉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作为侯府主母，侯爷连个衣冠冢都没给我立，我怎敢不回？阿月，3年未见，我的父母兄长倒成了他一个庶女最忠诚的护卫了。阿月，你能活着回来，母亲当然高兴。可婉云毕竟是你的妹妹，如今又为侯府生了长子，你千万别乱来啊！姐姐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。阿月，婉云进府也是为了延续顾家的香火，你冷静些。我离京治病九死一生，你们却任他抢我夫君，占我位子，这叫我如何冷静？放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非要闹得2家难堪吗？婉月，是我错信外面的谣言，以为你已经不在了。婉云入府的文书虽写的是季氏，但既然你回来了，她自是该降为平妻。日后你还是侯府的主母。平妻？顾成河，我离京前送你的那块玉佩还在吗？在，我知这玉佩是你一片心意，一直贴身带着，从未解下。婉月，你在我心里始终是第一位的。从未解下就好。侯爷确实日日挂念姐姐，既然姐姐平安归来，妹妹愿意交出钟馗，只求姐姐容下我们母子2人。阿月，你看婉云都退步了，你不要不懂规矩。不懂规矩？他趁我病重抢走我的一切，这就是季家教出来的规矩吗？放肆！知不知道你离开这几年，婉云是怎么过来的？阿月，当初你伤得那么重，大夫都说你就算活下来也难有子嗣。婉云替你生下顾家长子，日后这孩子就是你的依靠啊！别人的我不稀罕。侯爷，姐姐是不是容不下我为什么？婉月，你等等！夫人，您不能进去。这是侯爷当年亲自督监，许诺除我之外任何人不得踏足的地方。怎么，如今连我都进不得了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新夫人怀第1胎时小产，大师说揽月君最养人，侯爷就让新夫人搬进来了。揽月君现在是新夫人的住处了。婉月，婉月，你听我解释，婉云头胎没保住，身子弱极了。大师说，只有这揽月居才能保住顾家血脉。我也是为了大局。好一个为了大局！你若不喜欢，我立刻让人收拾秋水院，那里绝不比揽月居差。院子让了，夫君让了，不知道我的嫁妆，侯爷是不是也一并让了？不，当然不能。今日我就命人将你的嫁妆原封不动送去秋水院。带上当年的嫁妆单子，少一件，我便去顺天府击鼓鸣冤。别点了，少掉的那一半是我做主留给婉云的。您做主？婉月，婉云当初进府孑然一身，太可怜了。她毕竟是你妹妹，分她一半嫁妆怎么了？可怜？她抢我夫君，霸我主院，如今连我的嫁妆也要夺走，您管这叫可怜？你这孩子怎么如此倔强？
你受过重伤，这辈子都难有子嗣了。侯爷难道还能守着你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过一辈子吗？你说什么？婉云的孩子流着季家的血脉，就等于有你的血脉。你大度些，把嫁妆分给他，将来这孩子就是你下半辈子的依靠。母亲，当年你恨毒了父亲的妾室，现在却心甘情愿的让我和他女儿共侍一夫吗？以前是我想差了，这世上哪有一心一意的男人？现在你把正妻的度量拿出来，以后才有好日子过。您无非是觉得我成了一颗废棋，失去联姻的价值，所以干脆舍弃我，对吗？既然母亲已经做了选择，我便不再多言，只盼您日后千万别后悔今日的决定。慢走，不送。婉月，哦，岳母也在啊。成和，婉月性子急，你作为她的夫君，好好劝劝她。岳母放心。婉月，侯爷想说什么，直言便是。我早早续弦是我不对，但婉云已经有了孩子，我不能送走他们。况且她同意做平妻，日后必定以你为尊。看在她如此大度的份上，此事便接过吧。侯爷把她护得这般紧，爹娘也视她如珠如宝，我怎敢找她的麻烦？你既然想通了，昨天的满月宴不欢而散，外面尽是侯府的闲话，不如3日后重办一场满月宴，我亲自写请柬，请宣平公主与各路权贵赴宴，当面澄清流言。侯爷认为如何？太好了，婉月，你果然最识大体。侯爷，小公子哭闹不止，姨娘请您快过去哄哄。侯爷快去吧，毕竟这孩子只有您能哄好呢。我以为姐姐会大闹一场，没想到姐姐这般大度。你专程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？姐姐真不在乎侯爷和爹娘吗？他们把曾经欠我的全补给了我，连你的嫁妆都分了我一半，姐姐心里定然是不甘的吧？说完了，以后我会彻底取代你，成为季家唯一的千金，成为侯府唯一的女主人。姐姐，不要啊！婉云，婉云，姐姐，我只是求你原谅我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可是侯爷唯一的骨血啊！你半个时辰前还答应办宴席接纳他们母子，一转头就下此毒手。季婉月，我当真看错你了。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要绝了侯府的后吗？季家的脸面真是被你丢尽了。爹，侯爷，阿月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绝不是这种人。先听听她怎么解释。解释？婉云，你亲口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不说，我来说。姐姐在干什么？侯爷救我！他刚才凑在我耳边说，要取代我，成为侯府唯一的主母，也要取代我，成为季家唯一的女儿。一派胡言！婉云柔弱善良，怎会说出这种话？我没有，你污蔑我！你为了开脱罪责，竟敢往亲妹妹身上泼脏水，还不快放开她！既然你这么喜欢装，我成全你。婉云，季婉月，你这个毒妇！侯爷既然拔了剑，为何不刺下来？怎么，顾侯爷空袭爵位，在边疆寸功未立，如今倒敢用剑指向大病初愈的发妻了？你别以为我不敢！你当然不敢！我在江南3年，除了养病，便是同宣平公主朝夕相伴。公主，公主亲口向我承诺，若有人敢招惹我，只管10倍100倍的奉还。她无条件站在我这边，为我做主。今日他算计我在先，我不过是还回去而已。
各位要为了他找我算账吗？你如今简直不可理喻！来人，把婉云抬回院子，快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。阿月，等等。阿月啊，方才爹是一时情急，你从小是个识大体的，自然不会跟自家亲生骨肉计较。父亲有话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听闻宣平公主为了感谢一个舍命相救之人，亲自向皇上求了个天大的恩典，此人可是你？是，不知父亲希望我做什么？阿月，为兄在刑部苦熬了这么多年，官职一直没有晋升，你就拿这个恩典求皇上多重用你兄长，给我安排个要职，如何？是啊，你兄长仕途顺遂才是你最大的底气，帮你哥就是帮你自己。岳父说的对，婉月，我顾家的侯爷之位传到我这儿已是最后一代。若你能求皇上恢复顾家的世袭，我们两家在朝中的地位便再无人敢轻易撼动。父亲、兄长、夫君，你们说的极是。你答应了？稍后我便传信宣平公主，这恩赏定不叫你们失望。好妹妹，哥就知道你绝不会忘了季家。婉月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。你放心，3日后的宴席，我定办得风风光光。听闻圣上赐给侯府天大的恩赏，顾侯爷与季大人同气连枝，这是要一飞冲天了呀！哪里，都是小女孝顺，懂得反哺家族。姐姐，看到了吗？这泼天的荣耀，最后还不是要落到侯爷和我的头上？你争不过我的。是吗？那妹妹可要站稳了，别连接圣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宣平公主驾到！微臣顾成河携季家与顾家全族恭迎公。月月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呀？来，陪本宫做主位。公主殿下大驾光临，是顾家的福气，臣妇理当亲自为您和姐姐奉茶。放肆！一个妾室，也敢在公主面前自称臣妇，顾侯府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公主，婉云刚为侯府诞下长子，您怎可当众折辱她？一个妾室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她也配？圣旨到！爹，侯爷，必定是我的官职和侯府的爵位批下来了。我就知道，婉月是念旧情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季婉月临危不惧，舍身救朕爱女宣平公主，忠勇可嘉，人心可亲。朕感激其恩情，特任季氏为义女，赐封昭平公主，以示嘉奖。钦此。等等，公公，那我的加官进爵呢？加官进爵，顾侯爷莫不是还没睡醒？不过皇上确实还有口谕，命奴才带给二位。即日起，应昭平公主所请，赐顾成河与季婉月强制和离，剥夺侯府一切恩典特权。原来不是赐福，是抄底呀！宠妾灭妻，顾家这回彻底成了京城的笑柄。这定是有误会。季大人，你不疼惜嫡女病痛，只为一己之私，让姐妹相争，败坏伦常。微臣知罪，微臣知罪。尔等所行之事让人不齿，理应严惩。但看在昭平公主的面子上，免去罪责。侯爷，文书在此，奴才旨意传完，这就回宫复命了。婉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会求这样的旨意？ 3年前我离京时与你说过，
若你看上了旁人，提前告知我，我会成全。婉月，不用你们为难，我替你们做选择。不，我不和你！你明明说了不介意我纳妾的。我的确不介意你纳妾，但从你纵容他霸占主院那一刻起，我就只打算休了你。阿月，你太胡闹了！就算你得了公主的头衔，可离了侯府，你又无儿无女，后半辈子怎么过呀？母亲，您让我把夫君拱手让给庶妹，还要替他们养孩子，这难道就是您给我指的明路吗？我也是为你好。当年我怨恨你父亲的妾室，最后不还是为了季家的和睦，接受了他的以死谢罪吗？您不过是他们父子眼中最蠢的人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还不知道吧？当年在您面前喝下毒酒的姨娘，根本就没有死。不可能，那是你父亲亲自装的棺，亲自下的葬。那是假的，是季婉云为了顺利进入侯府，是父亲和兄长为了逼您心软松口，联手做的一个局。逆女，还不快闭嘴！你为了泄愤，竟敢编造这种弥天大谎！母亲，阿月已经疯了，您别听他挑拨离间，那姨娘早就化成灰了。那城外山庄里穿金戴银、日日点戏班子的女人又是谁？母亲若是不信，现在就去城外的七云山庄看看。快拦住母亲，不能让她去山庄！拿下！两位急什么？月月跟你们的账还没算清，这大门谁也别想踏出半步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爱慕侯爷，是我让爹和兄长帮我的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看在这是侯府唯一血脉的份上，你不能跟侯爷和离啊！本宫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指责父皇断了侯府的香火。侯爷，婉月，你听见了吗？季家送他来，只是为了替你分担生育之苦。我们多年情分，你当真一丝又不留了吗？是你们先舍弃我的，如今我主动退位让贤，你又装什么情深意重？可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人。侯爷，我离京前送你的那块贴身玉佩，拿出来。你看，保存的完好无损，与你送我时一模一样。我日夜贴身带着，片刻未曾离身。侯爷果然是个长情的人。婉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侯爷，别捡了。你一定要如此绝情，连我们唯一的信物都要毁了吗？这玉浸过极寒的草药，你说贴身戴了3年，还是快些请大夫来看看吧。婉云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侯爷，听我解释，侯爷，一定是姐姐污蔑我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侯爷要清理门户，大可关起门来慢慢审。阿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父亲，女儿今日这一拜，是还季家生养之恩。自打我病危，你们便迫不及待地让庶妹取代我。既如此，我也成全你们。当初季家给的嫁妆，我会全数归还。阿月，那些铺子和田产你全还了，以后拿什么立足？季家的东西我嫌脏，自此我与季家恩断义绝，不再相见。痛快！月月，咱们回公主府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啦。太医，那玉佩里的药到底伤我几分？侯爷，您贴身佩戴足足3年，毒性已深入骨髓。那季婉云生下的孩子呢？她甚至还小产过一个。老朽敢以性命担保，那2个孩子绝不可能是侯爷的骨血。季婉云，我要杀了你这个奸妇！季婉云，滚出来受死！
这唱的什么呀？赏他10两银子，换一出。怎么，你在地下待得太冷，上来晒太阳了？夫人，您怎么会来这儿？这铺虎皮的软榻是我季家嫁妆铺子里的进项，你身上穿的浮光锦是我给我亲生女儿攒的料子。夫人误会了，是老爷他非要接我出来，我也不想的。难为你们夫妻父子合谋，用假死把我骗得团团转，还让我满心愧疚的亲手把你的女儿送去抢我女儿的正妻之位。夫人饶命，都是老爷的主意，妾身也是身不由己啊。给我拿下，堵上嘴，塞进马车带回府。走。真是反了天了！那孽女把嫁妆全都拉走了，简直是把季家的脸面踩在脚底下。爹，赶紧让娘把铺子的契书拿出来，咱们得赶紧去上下打点，否则我这差事就全完了。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半夜绑个人在大堂，成何体统？季大人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的心上人都不认得了。母亲，姨娘3年前就死了，这8成只是长得相像，赶紧把人放了，不然传出去有损季家清誉啊！清誉？你们父子俩联手做局，把我当傻子一样骗了3年，现在跟我提清誉？放肆！我是这季家的一家之主，你……季大人息怒，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他3年前就死了，那此人又与你们何干？住手！住手啊！来人，拖出去。你与我儿成婚5载无子，是谁的问题？儿媳年少时受过伤，难以有孕。那你做主为我儿纳2个妾吧。3日后，我要见到妾室入府。母亲，是儿子不愿纳妾伤娘子的心，如今您这般逼他，是非要让儿子家宅不宁吗？纳妾会家宅不宁吗？那你为何极力劝我将季婉云送入顾府？为何帮你父亲欺瞒我，算计你的亲妹妹？儿子知道错了，求母亲放过娘子，也放过我。好，多谢母亲成全。你自小平庸，因你妹妹嫁入侯府，才得了一个小官。如今婉月已经和离，侯府也将败落，你去顺天府求皇上外调吧。母亲，你要赶我走？滚出京城，永远别回来。公主，您大哥跪在府外，说马上要被发配边关，求您见最后一面。不见。去告诉他，因果报应，好走不送。是，奴婢这就去赶人。禀公主，城外有变，顾侯爷带人连夜追击，把卷款私奔的季婉云和晴儿堵在10里外的客栈里了。哦，别哭了，一路上好丧意啊！你想把追兵都招来吗？你冲孩子撒什么气？他跟着你颠沛流离，饿了一整天，你这当娘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当娘？我生她是为了坐上顾侯府主母的位置，为了继承满门的荣华富贵。如今侯府都完了，我还留着这累赘有什么用？季婉云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那又如何？现在事情败露，带着她逃命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行，这是我老王家唯一的根，你扔下他自己跑。你愿意当孝子贤孙，那你就留下来奶孩子，钱我带走。你做梦！没有我爹这个管家给你做内杏，你能活着从侯府逃出来吗？这钱也有我的一半。你一个下人也配跟我分钱？我在侯府伺候那个没用的这么多年，这是我拿青春换来的补偿。补偿？这一切不过是你费尽心机从你嫡姐手中抢来的。闭嘴！季婉月算个什么东西？等我拿着这笔钱到了江南，我照样是高高在上的富家太太。至于你们父子俩，自生自灭吧。二位这么急着走，想去哪儿啊？
侯爷饶命，都是这胡媚儿主动找我的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3年来，你们把我当猴子一样耍，你爹这个管家也是功不可没吧？侯爷饶命，钱全还给您，孩子也给您，求您把我放了吧。季婉云，你害得我身败名裂，还想跑？顾成河，你不过是空袭祖上的爵位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以为你能有什么出息？闭嘴！当初我说季婉月死了，你不是也觉得她死了正好吗？你不是也说她难生养，正好让我生个世子继承侯府吗？我让你闭嘴！怎么回事？成何体统啊！这不是从前威风凛凛的顾侯爷吗？怎么落魄的像个逃难的流民？活该！宠妾灭妻被圣上发落，如今绑个妾室过来，准是给昭平公主负荆请罪呢。嘿，这脸皮可真够厚的。婉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把这个罪魁祸首带来了，求你开门见我一面吧。顾成河，你疯了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若不是你设计蒙骗于我，我怎么会失去婉月？我要拿你这毒妇的命换婉月回心转意。顾成河，是你自己嫌弃他病重，是个累赘。闭嘴！我只是一时受了你的蛊惑。婉月只要肯见我，我愿将你千刀万剐，以证我的真心。你还有真心？真是不要脸！婉月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杀了这毒妇，给你解恨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婉月，我把这个罪魁祸首带来了，随你千刀万剐，只要能解你心头之恨，只要你肯跟我回家。侯爷倒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我是受了他的蒙蔽，是他截断了信件，造谣你已病死。我迎他入府，全是为了给顾家留个后。我心里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人啊！哦，那是我误会你了。大夫说了，我已绝嗣，他那2个孩子根本不是我的。婉月，我也是被这个毒妇算计的受害者啊！受害者？你没去核实我的死讯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想等；你接纳他，是因为他顺从听话还能生养。不是的，事到如今，你连承认自己自私薄凉的骨气都没有，只会把所有的错推给一个女人，是吗？听见了吗，顾成河？你给我闭嘴！婉月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满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，看在我们夫妻多年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走吧。季婉月，你凭什么永远这么高高在上？你去死吧！季婉月，你杀了我，父亲和兄长绝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你还能回得去那个继父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以为你娘3年前设计诈死是一招以退为进的妙计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娘确实聪明，躲到城外潇洒了3年，可惜她运气不好，前几日被母亲亲自抓了回去。我不信！父亲在城外给她立了个新坟，你去看看吧。坑挖得极大，那个坑正好能再装下一个人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娘不会死的！婉月，那个毒妇走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滚！来人，上场！侯爷，府里的下人都跑干净了，账上没钱，连给您抓药的银子都是老奴当了门房的童寿换的。我还没死，我是世袭王换的顾侯爷。侯爷，各路掌柜纷纷上门讨债，
没人再认咱们顾家了。我还有一身武艺，我还有先祖留下的赫赫威名。只要我重掌兵权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婉月必会知道谁才是他该仰望的男人。拿我的朝服来，我要面圣。臣顾成和叩请陛下恩准臣前往北疆戍边，臣愿效仿先祖，肝脑涂地，以报皇恩。好一个肝脑涂地，顾成和，朕看你是想把朕的江山也变成全天下的笑柄。陛下，臣弓马娴熟，赤胆忠心，连区区一个后宅都安不好，朕怎敢将戍边100万将士的重担交于你手？臣知罪，求陛下再给臣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。顾家祖上的军功已经被你败光了，李公公，收回他的骁骑营兵符。从今日起，褫夺顾成和一切军务，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入宫。孽女！我堂堂朝廷命官，竟害得我沦落到这般田地！爹，季婉月说我娘死了，是真的吗？哼，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你说什么？若不是你急功近利，乱传婉月重伤不治的假消息，急着去当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济世，季家何至于满盘皆输？您现在把错全推给我。当初母亲不愿送我入府，是谁出主意让我娘假死的？住口！你若是争气，生下世子也就罢了，结果连孩子都是个来历不明的孽障。你和顾成和一样，只会把所有过错推给旁人。孽女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不敢？季婉月在江南每个月都写信回来，你看一眼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过是顺水推舟，拿我当攀附权贵的妻子罢了，不是吗？爹，你这败坏门风的孽障，今日我要清理门户！真是好一出父慈女孝的大戏。母亲救我！您疯了！一棍子敲死太便宜他。如今城外的静心庵正缺个扫地劈柴的粗使。我不去！爹，以前您最疼我了，您帮我求求母亲，我不想去静心庵，哪怕把我赶出京城也行啊！聒噪！来人，绑了！季婉月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你们早晚会遭报应！昭平公主，皇上口谕，公主远赴江南，山高水长，这些皆是皇上亲赐的盘缠。臣女叩谢皇恩，劳烦公公跑这一趟。父皇这次好大的手笔。月月，趁着咱们离京前，不如去季府看最后一场好戏。我可是听说那里现在比戏台子还热闹呢。老奴叩见玄嫔公主，叩见昭平公主。免礼。我明日离京，特来见母亲最后一面。我是季家的一家之主，这府里的钱全是我的。什么一家之主？夫人早就断了这院子的用妇，这3两银子是我当了金钗换来保命的，凭什么给你买酒喝？季大人，当初您带我们入府时说的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如今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婉月，我的好女儿，快给爹拿些银票来。季大人可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婉月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不记得了吗？听见没？连亲女儿都不认你，这季府
也没必要待下去了。你们，我季某人绝不受此等奇耻大辱！我要去敲邓文谷，我要。不好，他这是急火攻心，中风了。管他做什么，搜搜他身上还藏了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他一生都在算计别人，如今这下场，也算是求人得引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便是报应。走吧。小姐，夫人知道您来了，她说这扇门不必开了，她没脸再见您。我不恨她，但母女情分也尽于此了。宣平，我们走。哥，驿站的信明明说今天到，怎么还没见影子？我亲手熬的桃花糖都要捂化了。急什么？你不急？你不急，今天换了3套长衫，连腰间的玉佩都重新打了个路子。公主，这桃花糖我拿冰泉水镇着，温度刚刚好。算你机灵，也不枉本公主快马加鞭赶这半个月的路。师傅在后院备了接风宴，您先去净手，我给您打伞遮阳。怎么，苏大神医悬壶济世，如今连曾经的病患都不认了？认得，只是这一次，苏某不打算放人了。巧了，我这次来本来也没打算走。季姑娘，好久不见。